第一名，流浪。流浪是一款以猫为主角的第三人称冒险游戏，故事发生在一座日渐衰败的赛博都市。这里有刻画细致的霓虹闪烁的小巷，以及脏乱阴暗的下层环境。在高高低低的环境中流浪，抵御无法预知的威胁，探索这个只有平凡世界和危险生物的冷漠之地，并设法解开这里的谜团。通过一只流浪猫的眼睛看世界，以趣味性的方式与环境互动。面对异世界的奇怪居民，它时常需要隐秘，时而敏捷，时而装傻充愣，有时还需要尽可能的惹人讨厌。在冒险途中，这只猫结识了一台编号为 B12的小型无人机。在这个新同伴的帮助下，一猫一鸡努力寻找出路。瑞是由 Bluetail Studio 倾力打造。Bluetail Studio 是法国南部的一个小团队，成员包括了一群猫和几个人类铲屎官。游戏于7月20日发布于 Steam 平台，目前已经占据了 Steam 平台心愿榜单的第1名。敢问谁又能拒绝一只橙色的可爱猫咪呢？现在预购85.5元，本熊已经预购了，小伙伴们快冲呀！第2名 Digimon Survive。数码宝贝生存，时隔3年连续跳票，终于王者归来。游戏确定于7月28日同时发售于 PC、PS4、Switch、Xbox One 平台。数码宝贝生存是数码宝贝系列游戏的新作，这个老牌经典 IP 一定是大家童年不可缺少的动漫。故事发生在2D 加3D 相融合的幻想世界。参加野营的主人公们突然来到了异世界，在这个世界中满是凶残的生物，处处危机，随时有生命危险。为了生存下去，冒险的帷幕就此拉开。游戏主角叫做柏树，与亚古兽一起在迷茫的异世界里探险，让我们一起在数码宝贝世界里一探究竟。第3名，英雄传说离之轨迹。英雄传说离之轨迹是轨迹系列的最新作品，也是40年周年纪念作品，将开启轨迹系列的后半部分。故事背景也来到了卡尔瓦德共和国，围绕着一群处于灰色地带的人物展开，包括侦探、赏金猎人等。游戏采用全新引擎开发，角色建模更新会让玩家感受到和之前的差异。本作相比历代做了大量的优化，降低了收集难度，增强了任务指引，让玩家可以更加舒适的去体验游戏的核心剧情加战斗。整体故事比较完整且充实，每个角色的回路搭配也比较有特点。总的来说，是你没有体验过的全新轨迹。游戏同样也是于7月28日发售于 PC 和 PS5， 想必是要与数码宝贝一比高下了。第4名，终端灭绝永恒。终端灭绝永恒是一款由 Hero Beat Studios 制作 Handy Games 发行的很有美感的 3D 横向卷轴游戏。你扮演的是星球上最后一群狐狸中的母狐，必须与这无情的世界努力周旋，才能让你的幼崽存活下去。你需要猎取食物，喂养你毫无防备的孩子，建造临时避难所，并且利用环境躲避星球上最危险的生物——人类。在这个具有生态意识的冒险中，透过地球上最后一只狐狸的眼睛，体验被人类蹂躏的世界，发现人类的破坏力，因为它日复一日的腐蚀、污染和利用自然环境中最珍贵、最有价值的资源，探索各种3D 横向滚动区域，保护毛茸茸的小动物，喂养它们，看着它们长大，注意它们独特的个性和恐惧，最重要的是帮助它们生存。游戏将于7月19日发售，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大胆试试吧。接下来是7月已经发售，但本熊认为还比较值得玩两下的游戏。第5名，失心疯 Madison。失心疯是一款第一人称视角的心理恐怖游戏，它将会为你带来沉浸式的恐怖体验。醒来的时候，你发现自己身处黑暗的房间，双手沾满了鲜血，你会怎么做？游戏中，你将扮演卢卡，不仅会面临恶魔 Madison 的残忍折磨，还会在其逼迫下继续数十年前就已经开始的血腥仪式。犯下种种恶劣的行径，你能否完成这罪恶的仪式呢？在派利德的帮助下，生者与死者的世界因此连通。你需要拍摄并且冲洗照片，解开谜题，探索周遭的事物，而且最重要的是活下来。游戏已经于7月8日上线，制作者将惊悚和恐怖还是分得非常清楚。整个体验下来，玩家感受更多的是 jump scare 带来的惊悚，没有无聊的追逐环节，剧情线相对完整，通关后不难理清其中的2条故事线，应该算得上是这半年最优秀的恐怖解密游戏了。
第6名，生死轮回。生死轮回是一款赛博朋克题材、写实风格的 3D 横版肉鸽动作游戏，玩家将扮演意外死亡后重生的侦探，在这个鲜活的东方未来城市中与多方势力战斗，经历死亡与重生，探索轮回背后的真相。游戏已经于7月14日发售。是一款有着极强打击感的 3D 肉鸽类游戏，画面体验感极强，肉鸽类玩家真的可以考虑入手。顺带提一嘴，游戏可能操作难度偏高，而且台词含妈量极高。什么是他妈的狗逼玩意儿？什么是他妈的华强北？什么是他妈的打断你狗腿？体验完你就会知道什么是他妈的惊喜。怎么回事？